陈婷婷，你表哥赵伟要结婚了，女方要30万彩礼，还要一辆不低于40万的车。爸爸留下的遗产，房居产账户上的300万现金，这是父亲一辈子的积蓄，也是留给我傍身的钱。你账户上的300万拿出来给你表哥买辆车，剩下的做彩礼。妈，你说什么？我说把钱给你表哥结婚用。那是我的钱，是爸爸留给我的。我是你妈，你的就是我的。再说了，我娘家就你表哥这一个男孩，3代单传，你不帮谁帮？好啊，我陪你去银行。这才对嘛，还是一家人亲。你放心，以后你表哥会记着你的好的。大哥，放心吧，搞定了。婷婷答应了，我们现在就去银行取钱。哎呀，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应该的应该。你好，请问需要办理什么业务？查询账户余额，并且我想确认一下我前几天办理的业务否生效。查什么查？直接取钱，跟他说我们要取300万。女士您好，陈婷婷女士卡里的余额确实是300万零8700元，但是根据陈婷婷女士于3天前签署的协议，这笔资金已全部转入一份不可催晓的指定受益人信托基金，受益人是陈婷婷女士本人。这笔钱除了陈婷婷女士本人在特定条件下，比如重大疾病或创业可以申请取出部分外，任何人都无权动用。什么信托？这是受法律保护的，女士，除非有陈婷婷女士的授权和一系列复杂的法律程序，否则这笔钱现在处于冻结保护状态。陈婷婷，你算计我！这是我的钱。你个白眼狼，忘恩负义的东西，那可是300万！我他妈，我女儿的钱我不能用吗？你们银行是不是想私吞？陈婷婷，你妈说的是不是真的？你敢把钱转走？妈，舅舅他们在你家门口。秀娥，你可回来了！我们赵家这是造了什么孽呀？要这么个没良心的白眼狼啊！陈婷婷长本事了啊！连你妈都敢骗，那笔钱是怎么回事？你今天必须给我说清楚。舅舅，那笔钱是我爸爸留给我的。你放屁！你爸就是我亲妹夫，他走了，我们就是你最亲的人。现在赵伟结婚，你这个当表妹的帮一把，不是天经地义吗？天经地义？对，就是天经地义。陈婷婷，别给脸不要脸，那300万你今天拿也得拿，不拿也得拿，不然我们今天就不走了。这里是我家，请你们出去。你家？你一个黄毛丫头，这里哪有你说话的份儿？秀娥，你看看你养的好女儿，这是要翻天了啊！连长辈都敢往外赶。陈婷婷，你像什么样子？快给舅舅和你表哥道歉！我没错，我不道歉。你这个不孝女！他们是你舅舅，是你表哥，是我们的家人，你把他们当外人吗？反了，真是反了天了！陈安就是这么教你跟长辈说话的吗？我爸教我，人要有良心。他还教我要防着点喂不熟的白眼狼。你骂谁是白眼狼？谁硬就骂谁。这里是我家，你们再不离开，我就报警了。私闯民宅，聚众闹事，够你们喝一壶的。好，陈婷婷，你有种！钱的事儿，我们可以不谈。那你看看这个，陈婷婷，你别逼我。你爸生前可是在我这儿写了张50万的欠条，父债子偿，天经地义。你要么拿30万给你表哥结婚，要么现在就还我这50万。原来还欠着钱啊，那就不好说了。50万不是小数目啊！看见没有，陈婷婷，这是你爸欠下的债，你必须还。你舅舅已经够宽宏大量了，只要30万，剩下的20万都不要了，你还有什么不知足的？就是，我们建国心善，看在亲戚份上才没催。要不是赵伟结婚急用钱，我们都不好意思开口。谁知道养出个这么没良心的东西，连亲爹的债都不想认。舅舅，
你说这是我爸写的借条？废话，白纸黑字，还有你爸的亲笔签名，能有假？好，那能不能请你告诉我，这50万是什么时候借的，用在什么地方了？我爸借钱总得有个理由吧？那是我跟你爸之间的事儿，你一个小孩子问那么多干嘛？你只管还钱就行了。我爸的钱就是我的钱，他欠的债我自然会还，但前提是债得是真的。你最好想清楚了再说，伪造借据可是差劲。你血口喷人！我有没有血口喷人，我们很快就会知道。怎么想找个本子记下来慢慢还啊？2017年5月3日，建国儿子赵伟打架，赔偿对方医药费、营养费，急需用钱，从我处借走现金50万元，约定1年内归还，无息。2018年6月，建国归还10万元；2019年2月，归还15万元；2019年10月，归还25万元。舅舅，我爸的账本上写得很清楚，3年前你确实借了50万，但在1年前，这笔钱就已经分3次，全部还清了。这本账簿每一页都有日期，笔记连贯，绝无涂改，比你那张不知道什么时候冒出来的孤零零的借调证据确凿得多。你拿着一张已经还清欠款的借条上门讨债，舅舅，这已经不是诈骗了，这是敲诈勒索。你说如果我拿着账簿报警，警察信谁？天啊，拿着还完钱的借条来要钱，太不要脸了！这家人简直是吸血鬼啊！大哥，这是真的？等等，我还没说完。这本账本上还记着另外一些事。2020年，舅舅你说要做生意，拿了10万，没打借条。2021年，表哥赵伟要买车，我爸给了他5万。还有这些年，你们一家人前前后后从我家拿走的钱，一共是23万。这些钱账本上都写着暂借未还。舅舅，你不是说父债子还吗？那你们欠我爸的这23万，今天是不是也该还了？陈婷婷，你疯了！那都是一家人，你怎么能要钱？刚刚你们拿着借条逼我还钱的时候，怎么不说一家人？现在轮到你们还钱，倒讲亲情了。天底下哪有这么便宜的事儿？23万，一分都不能少。要么现在给钱，要么警察局见。你胡说八道！太天理了！黑心肝的白眼狼啊！你爸尸后未寒，你就编排亲舅舅，我们辛辛苦苦把你拉扯大，你反咬我们一口啊！拉扯我长大，我从小到大吃的穿的哪样不是我爸拿命换来的？你们家除了逢年过年来蹭吃拿大红包，还做过什么？表哥上学打架，是我爸去赔礼道歉；舅舅做生意赔钱，是我爸垫的窟窿；舅妈打麻将欠债，还是我爸塞钱去还。这些账本上都记着呢，要不要我一笔一举念给邻居们听听？原来是这种人，一直把亲家当提款机。陈老师真是倒血霉了，可怜他女儿刚死了爹，就要被吸血鬼生吞活剥。够了，陈婷婷，你非要闹得我们家破人亡才甘心吗？他们是你舅舅、表哥，是我最亲的亲人，一家人，一家人算那么清楚干什么？那23万就当是我给他们的，不用还了，听见没有？妈，你说的对，
所以从今天起，你们赵家的人不再是我的家人。这23万，你们必须还。我给你们3天时间，如果钱没到账，我会拿证据直接去起诉。诈骗、勒索、非法侵占他人财产，够你们在里面好好过个年了。陈婷婷，你这个畜生，给我开门！我是你妈，你敢把我关在外面？爸爸，对不起，我们这个家没了。从我把妈妈关在门外的那一刻起，就彻底没了。陈婷婷，你够狠！钱的事我们可以不提了，那23万我们也不要了。但是，你表哥结婚没地方住，你把这套房子过户给他，这是你们欠我们的，是我们赵家应得的。你疯了！这是我家！你爸死了，现在我说了算，这房子有我的一半，你不同意，我就把我那一半卖给外人，我看你怎么住。明天不去过户，法庭见。还是秀娥有本事，一句话镇住小贱人了。表妹，等我搬进来，考虑在阳台给你搭个小铺。我的名字。陈安，你疯了！把房子转女儿名下绑我吗？我只是想给婷婷一个保障，这房子以后就是她一个人的。3年前，这套房子从法律上来说和我妈没有1分钱关系，她根本不知道这房子早就属于她了。婷婷无女，为父不才，一生别无所长，唯有爱你这件事，未敢有丝毫懈怠。家中之事错综复杂，非你所能想象。若有一日为父不在，望你坚强独立，切勿为人情所困。记住，你的背后空无一人，你要自己活成一座山。爸爸，您放心，我不会再软弱了，我会活成一座山，一座谁也无法撼动，谁也无法逾越的山。怎么想通了？算你识相，赶紧的，明天就去把手续办了。妈，你不是说这房子你有份吗？你不是说要去法院告我吗？好啊，我现在就给你一个机会。你看清楚，这上面写的到底是谁的名字？不可能，这不可能！陈安他什么的时候，他怎么敢？是你这个小贱人，是你撺掇你爸这么干的！你早就想把我们赵家都赶出去了，是不是？你错了，不是我，是爸爸。是他早就看透了你们一家人贪得无厌的嘴脸，是他早就料到会有今天，是他用他最后的力量保护了他的女儿，也保住了他的家。假的，这肯定是假的！你这个小丫头片子，不知道从哪弄了个假证来糊弄我们。假证？那这个呢？我父亲陈安的亲笔遗嘱，有律师事务所的公证印章，上面写的清清楚楚，他名下所有财产，包括这套房子，全部由我一人继承。而你，赵秀娥女士，你在这套房子里只拥有居住权，也就是说，你可以住在这里，直到你死。但是你无权对这套房子做任何处置，你卖不掉也送不掉。他现在姓陈，以后也永远姓陈，和你们赵家没有半分钱关系。原来房子早就不是他的了，还想拿来送给娘家侄儿，真是脸都不要了。陈老师真是英明啊，早就防着这一手了。这下好了，偷鸡不成蚀把米，真是活该。进来吧，爸爸让你住在这里，我不会赶你走。
告诉你，如果这个婚结不成，这个孩子保不住，我就带着肚子里的孩子从你家楼上跳下去，我让你这辈子都活在噩梦里，一尸两命都是你害的。求求你们评评理呀！我女儿不孝，逼得我侄子一家走投无路，现在连我未来的侄儿媳妇儿都要一尸两命了。是我对不起赵家，是我没教好女儿。今天我就跪死在这里，给我哥、我侄子，给我那未出世的孙子赔罪了。我没用啊，我教不出好女儿啊，我有什么脸面去见我赵家的列祖列宗啊？我今天就跪死在这里，给我哥嫂，给我可怜的侄儿，给我那还没出世的亲孙子一个交代。你好狠的心啊！赵伟说了，只要你肯拿出30万，不20万就行，我们就能结婚，孩子就能有一个完整的家。那也是你的亲外甥啊！你要是不答应，我就真的不活了。娟儿，你别冲动啊！为了我们赵家的骨肉，你可千万要挺住啊！妈，你快起来，地上凉，你的身体要紧啊！大家好，我叫陈婷婷。楼下那个跪在地上用自己的性命逼迫女儿的是我的亲生母亲，旁边那个以肚子里的孩子相要挟寻死觅活的是我未来的表嫂，还有我亲爱的舅舅、舅妈和表哥。他们今天演这么一出大戏，只有一个目的，逼我拿出我爸爸用命换来的300万遗产，给我表哥买车，付彩礼。这是我们的家，户主是我，是我爸爸偷偷过户给我的，因为他知道他走了之后，这群人会像鲨鱼一样扑上来，把我们父女最后的容身之所啃得一干二净。我以为妈妈是我最坚实的依靠，可我错了。他用下跪磕头对我进行道德绑架，他告诉我如果不给钱就跪死在这里，表嫂说不给钱就一尸两命。法律保护了我的钱和房子，但保护不了我快死去的心。我爸让我好好活着，可他们都在逼我去死。我不求同情，只想让大家见证一个女儿如何被亲人逼上绝路。如果今天楼下真出人命，那么我陈婷婷会从这里跳下去，用命去告慰爸爸的在天之灵，满足他们永无止境的贪欲。婷婷，你下来，你快下来！疯了，这个小贱人疯了！我把手机放在茶几上，让摄像头继续记录一切。是你报的警？不是我，应该是看直播的网友。有人扬言自杀跳楼，跟我们回警局做笔录吧。警察同志，这是我爸爸的遗嘱、信托、账簿和房产证，今天的事儿原原本本全在里面。王娟，对于你那种一尸两命的威胁言论提出严肃警告，你的直播跳楼行为也受批评，绝不能拿生命开玩笑。你满意了，把家丑闹得人尽皆知，让你妈我被人戳脊梁骨，你就这么开心？妈，从头到尾是谁在闹？又是谁把家变成战场？也好，我终于可以一个人清静几天了。陈小姐，有点事儿需要跟你核实一下。什么事儿？是这样的，今天早上我们接到你舅舅赵建国和你表哥未婚妻王娟的实名举报。他们举报什么？王娟说她肚子里的孩子不是你表哥赵伟的。王娟说她肚子里的孩子是你父亲陈安的。信里王娟声泪俱下控诉，说我爸利用长辈身份多次引诱妇袭迫致她怀孕，那300万是给她的封口费。信的末尾竟然附上了赵建国、王艳妮、赵伟，甚至我妈赵秀娥的联合签名。
他们一家人整整齐齐，给我早已入土为安的父亲泼上最肮脏恶心的污水。为了钱彻底疯了，不仅毁我，还要毁我爸的清誉。陈小姐，我们知道这种事很难接受，但是举报人言之凿凿，还说愿意跟你父亲做亲子鉴定，这件事影响太坏，社区必须介入，所以想问一下，你父亲的骨灰现在存放在哪里？真好，既然他们想玩得这么绝，那我就陪他们玩到底。我不知道，陈安他不是那种人啊，可娟儿怎会拿明杰开玩笑？是我对不起赵家，女儿被钱蒙了心，不认我这妈，也不认未出世的弟弟了。我把自己关在家里3天，我没有去反驳争辩，反而透出一种让人毛骨悚然的冰刀，必须一棍子彻底冷静，因为对付疯狗讲道理没用，必须一棍子彻底打死。看到我走进来，他们眼神里都充满了鄙夷和幸灾乐喜，仿佛我已经是砧板上的鱼肉，任他们宰割。陈婷婷，你终于露面了！今天当着这么多邻居的面，你必须给赵家一个说法。你爸做下等丑事儿，难道你想把头一缩当没发生吗？对，陈婷婷小姐，对于王娟女士的指控，你有什么想说的？你承认你父亲陈安先生是他腹中孩子的亲生父亲吗？说法，好啊，我今天就给你们一个说法，也给在座的各位一个清清楚楚的真相。王娟女士，你确定你肚子里的孩子是我父亲的？当然，我敢对天发誓。赵伟，你也信未婚妻肚子里的孩子是你亲姑父的？我信娟儿。这是我父亲陈安在3年前因为身体原因在市中心医院做的一次全面体检的报告。诊断结果，继发性无精子症。临床建议，该患者已永久丧失生育能力。一份报告你们可能不信，这里是我父亲从5年前直到去世前所有的病历，上面清清楚楚记载着，因为早年意外他身体机能受到不可逆损伤，他一直治疗效果甚微，在3年前被正式确诊为永久性不育。从3年前起，我父亲生理上已不可能让女人怀孕，病历随便鉴定，具法律调效。王娟女士，赶紧了，既然陈安先生3年前已失去生育能力，你肚里的孩子到底是谁的？说，肚子里的是谁的？妈，作为和他同床共枕了20多年的妻子，这件事你知不知道？我懂了，他或许不知道的这么清楚，但一定有所察觉。他只关于丈夫能不能赚回更多的钱补贴娘家。我知道一切都该结束了，但是我不会就这么轻易的放过他们。喂，你好，我要报警，我叫陈婷婷，我要实名举报赵建国、王艳妮、赵伟、王娟以及赵秀娥，罪名是诽谤和敲诈勒索。赵先生，对于陈婷婷实名的报警，你有什么回应？你敢报警？我们是一家人，你把事情做得这么绝，你就不怕天打雷劈吗？一家人，在我爸的病历面前污蔑他清白的时候，你们想过我们是一家人吗？用一个不知道是谁的野种来勒索我300万的时候，你们想过我们是一家人吗？晚了！您好，这里是报警中心，请问您刚才说的地址是？给我把电话挂了！是他，是他，是陈婷婷，是他杀了他自己的亲生父亲！你们都被他骗了！这个蛇蝎心肠的女人，为了独吞遗产和房子，她早就想害死他了。他爸有心脏病，药都放在床头，是他偷偷换了药。我亲眼看见他半夜3个鬼鬼祟祟进了他爸的房间。陈安死那天早上就是他送的早饭，肯定是他在饭里下了毒。对，我们说的都是真的。我妹夫死得太蹊跷了，他临死前几天还说害怕婷婷的眼神。
这个贱人为了钱，连亲生父亲都下得去手啊！就是啊，肯定是小贱人害的，警察一定要查，为我姑父伸冤。人性是没有底线的，为了钱，他们什么都做得出来，凝集成一种被逼至绝境后死灰般的心寒。他们要的是我的命。不许动！我们接到报警。警察同志，你们来的正好，我们不告他诽谤了，我们改了，我们告他故意杀人。姓名：陈婷婷。与死者的关系：我是他女儿。你母亲及舅舅一家指控你为了遗产蓄意谋杀父亲，对此你怎么解释？我没有杀我父亲，我爱他，胜过一切。医院给出的结论是心源性猝死，但你的家人坚称是你换了药，他们还提供了一个证据，这是在你家发现的强效镇静类药物药瓶，购买信息是你。这种药对心脏病患者是致命的。我认得那个药瓶，那是我连续多天失眠医生给我开的安眠药，我随手扔进了垃圾桶，能翻出药瓶并拍照交给警察的只有我妈赵秀娥，为了置我于死地，她好狠。这不是我父亲的药，是我的，我有医生的处方。我们会核实，但是陈婷婷，现在所有的人证物证都指向你，你是唯一受益人，有最充分动机，情况对你非常不利。婷婷，这把钥匙不到万不得已不要打开。什么是万不得已？我读懂了他的口型，当你的妈妈不再是你的妈妈时，现在就是那个时刻了。警察同志，我要求联系我的律师，并且申请在警方的陪同下去银行打开我父亲留下的保险箱。舞女婷婷亲戚，当你看到这封信时，为父已不在人世，而你想必已经陷入了巨大的麻烦之中。我早已预料到，我走后他们会为了遗产不择手段构陷你，所以我留下了最后一样东西。这个 U 盘里的视频会告诉你真相，看完它，然后勇敢地去战斗吧，你的脊梁永远不能弯。警察同志，我想我们现在需要一台电脑，是时候让我父亲亲口对你们说出真相。大家好，我叫陈安。如果你们能看到这段视频，说明我已经不在了，而我的女儿陈婷婷一定正面临着她人生中最大的一场冤屈。我知道我的妻子和她的娘家人一定会指控我的女儿为了遗产谋害了我，所以我要告诉所有人真相。我的死是心脏病，与任何人无关。恰恰相反，是我的妻子赵秀娥女士，她明知道医生叮嘱我要积盐低脂、清淡饮食，却总是在我的饭菜里放很多盐和油。理由是她的哥哥和侄子不能吃情绪激动，她不想用最坏的恶意去揣测他，但她的行为确确实实在一天天地缩短我的生命。如果说真的有人要为我的死负责，那绝不是我的女儿，而是她和我那群贪得无厌的姻亲。第二，关于那笔300万的遗产，那是我留给我女儿唯一的傍身钱，我把它做成信托，就是为了防止我的妻子把它拿去填她娘家的无底洞。第三，关于那套房子，我提前过户到婷婷名下也是同样的原因，我不能让我女儿在我死后连一个安身立命之所都没有。第四，关于我那份不孕的诊断报告，很抱歉让大家知道了我的隐私。这件事儿是我的妻子赵秀娥心中永远的痛。她觉得当她的侄媳妇儿怀了别人的孩子，需要一个父亲来栽赃陷害时，她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我。她不是不知道我没有生育能力，她只是不在乎我的名声，她只在乎她的侄儿能不能拿到那笔彩礼钱。婷婷，爸爸对不起你，给了你这样一个母亲，让你受了这么多的委屈。爸爸能为你做的，这是最后一件了，接下来的路要靠你自己走了。不要哭怕，更不要怨恨，你要像爸爸教你的那样，好好的活下去，活成一座谁也无法撼动的山。荒唐，简直是无法无天！立刻将赵秀娥、赵建国、王艳妮、赵伟、王娟全部拘捕，诽谤罪、敲诈勒索罪，再加上一条诬告陷害罪，证据确凿，一并起诉。我倒要看看朗朗乾坤之下还有没有王法了。
审判日终于到来了。当警察带着那段视频出现在赵秀娥和赵建国一人面前时，他们所有人的心理防线瞬间崩溃了。尤其是赵秀娥，当她看到那个已经被她害死的丈夫仲甫用最平静的咒剑陆离出血致死，在这一刻她当场就疯了。她所有的罪恶都被暴露在了阳光之下。最终，赵建国、王艳妮、赵伟因敲诈勒索、诽谤、诬告陷害数罪并罚，被判处有期徒刑5年。王娟的母亲赵秀娥在宣判前经过精神鉴定，她因为精神受到巨大刺激，已经患上了严重的精神分裂症，等待她的将是监狱和精神病院。一场惊天动地的家庭闹剧，终于以这样一种惨烈的方式落下了帷幕。爸爸，我没有让您失望，从今天起，您的女儿会带着您的爱和期望，一个人活成一座山。